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青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直觉系列花云连衣裙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。裙子由主体和装饰两个部分组成，其中主体包含上衣、裙摆和花边，装饰分为小雏菊和花束。这里裙子有3种款式，只是装饰的花束不同，其余方法都一样。往后我以其中一款为例进行展示和讲解，遇到款式不同之处会分别讲解。同时，裙子有多个尺码，制作方法相同，只是部分位置的针数和行数稍有不同。先来钩织主体的上衣，分为前片、后片、钩边、飞袖边、侧身织片和领口钩边。这里前后片及侧身织片单独钩织，钩边、飞袖边和领口钩边需要将前后片连起来绕圈钩织。首先钩织前后片，制作方法完全相同。织片分为不加不减针区和减针区，其中减针区需要分左右两侧单独完成。从下往上先钩织不加不减针区，采用锁针起针，然后沿着起针来回往返钩织。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长针、短针、中长针、长针减针、长针与长长针的并针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这里我用棉线进行演示，颜色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锁针起针，左手挂好线，然后钩织对应数量的锁针，具体大家参考图纸。完成后开始钩第一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这3针算作1针长针，然后调此时右往左数的第4个锁针位置，注意钩针上的线圈不包含在内。调锁针的上方1根线，钩2针长针。接着往左跳过2针锁针，调下一个锁针的上方1根线，钩3针长针。我将在一个位置钩的3针长针看作一个叶片，往下继续跳过2针锁针，钩一个叶片。按照这个方法继续往下钩织。
勾完最后一个锁针位置的叶片，此时第一行就完成了。接着勾第二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翻转织物，然后勾1针锁针间隔，往下挑上一行叶片之间的缝隙，钩织一个叶片。之后继续挑叶片之间的缝隙，一一对应钩叶片。勾完最后一个叶片的缝隙处，往下钩1针锁针间隔，然后挑上一行起立针的位置，挑第3个锁针，挑齐2根线，入针钩1针长针。如果位置不好找，大家也可以在起立针椅旁边长针的缝隙里入针钩织。此时看一下织物，如果卷曲比较厉害，可以拉伸一下。如果还是卷曲，也可以重新起针，起针时勾得松一些。此时第2行完成，接下来勾第3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然后翻转织物，往下挑相邻锁针洞眼，钩织2针长针。加上起立针，这里相当于勾了一个叶片，只是有起立针，钩法特殊。往下分别挑上一行叶片之间的缝隙，一一对应钩叶片。最后一个锁针洞眼，对应钩一个叶片。此时第3行完成，往后按照前2行的方法继续钩织。这个区域最后一行领口的位置需要改变针法，形成领窝的弧度。往下我演示一下最后一行的方法。我继续用这个小样做演示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翻转，然后钩1针锁针间隔，往下一一对应钩叶片，一直钩到图解中长针的位置前。钩完这个叶片，往下在旁边缝隙钩织长针和中长针，先钩2针长针，完成后钩1针中长针，之后继续挑缝隙，一个缝隙钩织3针短针，
1针、2针、3针，后面挑缝隙，一个缝隙钩3针短针。参考图纸钩完对应缝隙的位置，我想让这里位置和针数随意。之后挑相邻缝隙钩织1针中长针和2针长针，剩余挑缝隙一对应钩叶片。钩完最后一个缝隙，继续钩1针锁针，然后挑起立针或者旁边缝隙钩1针长针。挑起立针入针时，都是挑第3个锁针的2根线。此时不加不减针区的最后一行方法就讲解完了。接下来钩织减针区，分左右2侧钩织，这里的左右是以实际穿着时的左右来区分。先接着之前的线钩织一侧，完成后再接线钩织另一侧。首先钩织左侧的减针区，这里我继续用这个小样做演示。开始先钩织特殊叶片，之后参考图纸钩织对应数量的叶片。完成后，往下挑相邻缝隙钩2针长针，和1针中长针。下一个缝隙钩2针短针，剩余不钩织。此时第1行完成，接着钩第2行，开始需要进行镀线。先拉大钩针上的线圈，然后将线团或者织物从里面穿出。稍微拉紧，接着翻转织物，往左挑第2个缝隙处入针，将线勾出。这里线不要太紧或太松，与织物齐平即可。之后立4针锁针起立，往下挑缝隙一对应钩叶片，最后钩1针锁针和1针长针。此时第2行完成，往下钩第3行，先钩织特殊叶片，翻转，完成后往下一对应钩叶片，一直钩到还剩一个缝隙的位置前。
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挑缝隙，钩2针长针。后面挑缝隙和上一行边缘长针的针目钩织长针减针。此时第3行完成，往后剩余行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参考图纸将剩余完成。完成后进行断线，先钩1针锁针固定，预留一点线头，断线，拉紧，线头藏到织物里面。这里第1行针法纹理整齐的一面是织物的正面，在其反面藏几针。大家可以多藏几针。此时左侧减针区就完成了，接下来钩右侧减针区，将不加布减针区最后一行的反面对着自己，然后找到短针旁边叶片之间的缝隙处进行接线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套到钩针上，钩出，稍作调整，然后立1针锁针起底，同一个位置钩2针短针，接着往下参考图纸继续钩织。钩完最后一个叶片，第1行就完成了，继续钩第2行。先参考图纸钩到结尾长针与长长针的并针前，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挑同一个缝隙和左侧的缝隙，钩织长针与长长针的并针。先挑下方缝隙，钩织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挑下一个缝隙，钩织长长针的未完成针，钩针绕2次线，穿入，绕线将线钩出，接着绕线依次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2次，1次、2次，这个就是长长针的未完成针。此时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1次穿过，完成长针与长长针的并针。此时第2行就完成了，剩余行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钩织即可。钩完注意断线并藏线。完成后，右侧减针区就讲解完了，同时前片的钩织就讲解完了，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织一个后片，并且最后一行时要与前片的最后一行边钩边连，则往下
我演示一下最后一行边勾边连的方法。这里我用小样做演示，不同尺码最后一行连接时钩织的针数稍有不同。这里我以最小码为例进行演示。钩到一侧的减针区最后一行时，往下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接着翻转，拿起钩好的前片，将背面相对合拢，找到对应的一侧减针区，挑边缘一针，钩短针连接。如果遇到边缘是起立针与叶片，就挑缝隙入针。完成后，回到后片上，挑相邻缝隙，钩织一个叶片。之后，挑前片叶片的缝隙，钩短针连接，再回到后片，继续挑缝隙，钩叶片。接着钩一针锁针，然后与前片边缘的洞眼或者针目钩短针连接，回到后片对应钩一针长针，此时完成了这一侧的连接，同时钩好了这一侧减针区的最后一行断线。这样前后片减针区最后一行连接到了一起，另一侧按照同样的方法边钩边连即可。此时后片的钩织也讲解完了，往下进行钩边，沿着前后片的外围绕圈进行钩织。开始的2圈需要换色，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请看我演示。先参考图纸，拿起对应的颜色，然后将前片正面对着自己，找到前片左上方的最后一行位置。这里不同尺码起始的入针位置稍有不同，并且开始几针也略有不同。第一种情况是在最后一行的边缘挑洞眼进行接线，第二种情况是在边缘一针的针目进行接线。我这里以最小码为例做演示，这里挑洞眼接线。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，之后大家参考图纸钩织即可。遇到第一行的位置，这里挑边缘叶片之间的缝隙，起针这一侧的洞眼，钩织一个叶片，注意边钩边长，起针的线。
完成后钩2针锁针，同一个位置再钩一个叶片。后面继续挑叶片之间的洞眼，一一对应钩叶片。边缘洞眼钩织一个叶片，两针锁针和一个叶片。之后继续参考图纸钩织叶片，一直钩到最后一行的侧边位置前。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。第一种情况是挑边缘的洞眼入针进行钩织，第二种情况挑起立针的第3个锁针入针，之后连接位置挑边缘的2根线入针，后片参照前片相同的钩法进行钩织，具体也可以参考图纸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钩。最后在起立针位置挑第3个锁针的2根线，钩引拔针连接，拉紧。此时第1圈就完成了，接着钩第2圈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往下参考图纸钩织，这一圈都是对应钩叶片，拐角2针锁针的洞眼钩织2个叶片，叶片之间钩织2针锁针过渡，其余位置一一对应挑缝隙钩叶片。期间部分尺码会遇到有5针长针的位置，挑居中1针的针目和左右缝隙分别钩长针，也相当于钩出了一个叶片。大家参考图纸将这一圈钩完。最后在起立针的第3个锁针上挑2根线，钩引拔针连接，拉紧。此时第2圈就讲解完了，之后需要换色进行断线。往下剩余圈重新接线，然后参考图纸钩织叶片即可。注意拐角的位置，钩织方法与之前拐角处相同。大家将剩余钩完，注意钩完后不断线，后面可以接着钩飞绣边。此时钩边部分就讲解完了。往下讲解飞绣边，沿着钩边外围绕圈钩织。这里我继续用小样做演示，接着之前的线头，先立1针锁针起立。往下部分尺码是在起立针的位置钩短针，也就是之前引拔穿入的这里入针。部分尺码
是在相邻叶片的长针上钩短针，大家根据对应尺码的实际情况来钩织。我这里最小码是在起地针上入针，对应钩织。之后钩3针锁针间隔，往下跳过1针，钩1针短针，3针锁针间隔。后面都是跳过1针钩短针，之间3针锁针间隔，一直钩到拐角的位置。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调锁针动眼，按照1针短针、3针锁针钩2次。之后这一侧需要挑针目的半边钩织，这里针目的2根线，靠近自己的一根为前半针，靠后的一根为后半针。这一侧挑针目的前半针入针，分别跳过1针钩短针，短针之间3针锁针间隔，一直钩到下一个锁针动眼位置。到了对应位置，挑动眼钩织1针短针，3针锁针钩2次。之后这一侧与开始一侧钩织方法相同，并且入针对称。后面到了另一个起针的一侧时，也要挑针目的前半针入针，与这一侧的方法相同。继续往下钩织。最后在开始短针上挑齐针目，钩顶拔针连接，拉紧。此时第1圈完成，下面钩第2圈，先立1针锁针起地，然后往左调锁针动眼，钩1针短针，之后钩织4针锁针间隔。这一圈往后都是调锁针动眼，一个动眼钩1针短针，短针之间间隔4针锁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钩完这一圈。钩完最后一个动眼的短针，往下钩1针锁针，然后挑开始短针的针目，钩1针长针来连接。此时第2圈完成，接着钩第3圈，先立1针锁针起地，然后挑下方这个动眼，钩1针短针，
2针锁针和1针短针，之后钩5针锁针间隔，往下都是在锁针洞眼钩1针短针、2针锁针和1针短针。钩完洞眼后，钩织5针锁针间隔。按照这样的方法钩完这一圈。钩完最后洞眼的位置，往下钩2针锁针，然后挑第一个短针的针目，钩织1针长针连接。此时第3圈完成，往后剩1圈就是重复第3圈的针法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将剩余钩完即可。完成后断线并缠线。此时飞绣边就讲解完了。最后钩织侧身织片，挑前后片，钩边的对应位置，然后来回往返钩织。后片在钩织最后一行时，要与前片的侧身织片边钩边连。下面我演示一下方法。这里我继续用小样做演示。先在前片处钩织，将前片的正面朝上，同时钩边的正面也在上方，然后找到一侧拐角的位置，从拐角边缘往里数对应数量的叶片，具体参考图纸。之后从后方穿入叶片之间的缝隙，入针，进行接线。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，钩2针长针，完成特殊叶片。后面继续从后方往前挑叶片缝隙，对应钩叶片。拐角洞眼对应钩一个叶片，这里从叶片上方对应的洞眼穿入洞眼，入针。此时第1行就完成了，之后来回往返，参考图纸将对应行数钩完，完成后断线并缠线即可。另一端的侧身织片，按照同样的方法，这里从拐角洞眼右往左进行钩织，在叶片上方的洞眼从后往前入针，在对应位置接线，之后分别挑叶片的缝隙对应钩叶片，钩完对应行数后断线并缠线即可。大家将其完成。之后在钩织后片的侧身织片时，最后一行与前片的最后一行进行边钩边连，方法与肩部的连接相同，大家将其完成。
完成后，最终形成这样的效果。此时，侧身织片就讲解完了。最后进行领口钩边，从连接位置开始接线，往下分别挑每行的侧边，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，之后挑之前预留的位置，挑其针目对应钩短针，后面遇到每行侧边都是挑边缘的洞眼以及边缘的一针对应位置，入针钩短针。前后片领口挑针方法完全相同，钩完后在第一针上拧拔连接，之后断线并缠线即可。大家将其完成。这样领口钩边就讲解完了。到这里，上衣部分就全部讲解完了。往下钩织裙摆，沿着上衣下方绕圈钩织，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请看我演示。这里我用这个小样做演示，将上衣的领口朝下，然后在前片的侧身织片边缘挑最后一行的侧边一针，将边缘一针整个挑起，进行接线。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，接着钩一针锁针间隔，同一个位置继续钩一针长针，一针锁针和一针长针，相邻参考图纸挑边缘一针或者边缘一针的针目，钩织5针长针。我将5针长针看作一个上行花，后面继续参考图纸挑边缘对应位置，钩织1针长针，一针锁针，一针长针，一针锁针和一针长针。我将这几针看作一个花样衣，之后参考图纸挑对应位置，交替钩织上行花和花样衣。遇到拐角的锁针洞眼，从飞袖边下方洞眼入针，钩织对应的花样。往下遇到飞袖边的位置，这里挑后方钩边针目的后半针入针钩织，参考图纸挑对应一针的针目后半针入针，钩织相应花样。
之后遇到侧身织片，挑边缘一针或者针目入针钩织，后片按照前片相同的入针方法入针钩织出对应花样。这里花样的数量前后片都相同。往下大家参考图纸继续钩织。钩完最后一个上行花，在起立针位置挑第3个锁针的2根线，拧拔连接，拉紧。此时第1圈完成，接着钩第2圈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然后往左调锁针动眼，钩4针长针。这里相当于钩了一个特殊的上行花，相邻调锁针动眼，继续钩一个上行花。后面遇到上一圈上行花的位置，挑居中1针长针的针目，钩织1针长针，1针锁针和1针长针。我将这几针看作一个花样2，往后都是调锁针动眼，钩织上行花，挑上行花居中1针钩花样2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钩织。钩完最后一个花样2，在起立针位置拧拔，拉紧。往后遇到在长针起立针上钩拧拔针连接时，都是在最上方锁针的位置调2根线入针。此时第2圈完成，继续钩第3圈，先往左挑针目，钩织2针拧拔针带线。这里带线的拧拔针不需要拉紧，然后钩织一个特殊的花样2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接着钩1针锁针间隔，同一个位置钩1针长针，完成特殊花样2。之后挑相邻这2个上行花之间的缝隙，钩织一个上行花。然后挑左侧这个上行花的居中1针，钩织一个花样2。后面花样2的位置，调锁针动眼，钩上行花。
往后交替钩织上行花和花样2，入针位置参考前面，也可以参考图纸，继续往下钩。最后在起立针上拧拔，拉紧，第3圈完成。接下来钩第4圈，先往左调锁针动眼，钩1针拧拔针带线，然后钩织特殊的上行花。后面上行花的上方对应钩织花样2。花样2的位置调锁针动眼钩上行花。往后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钩织。最后在起立针上拧拔，拉紧，第4圈完成。往后剩1圈，按照前2圈的方法继续钩织。最后2圈时需要换色钩织，则钩完倒数第3圈后进行断线。倒数第2圈时，参考图纸在对应位置接线，然后开始钩织即可。全部钩完后断线并缠线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此时裙摆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钩织花边共有3层，按顺序依次为花边1、花边2和花边3。首先钩织花边1，挑裙摆最后1圈进行钩织。这里方法与飞绣边相同，只是圈数和入针稍有不同。这里我讲解一下入针位置。第1圈钩织时，遇到长针的针目就挑其靠前的半针入针，遇到锁针位置，挑辫子靠前的1根线入针，然后绕圈进行钩织，钩完后断线并缠线即可。大家将其完成。完成后钩织花边2，挑裙摆最后1圈，在花边1的后方绕圈钩织。第1圈遇到针目时，就挑针目的后半针入针，锁针位置挑剩余的2根线入针，然后绕圈钩织叶片即可。期间部分圈需要换色，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参考图纸将其完成即可。之后继续钩织花边3，在花边2的后方挑对应1圈针目的后半针入针，然后绕圈钩织即可。方法与花边1相同，只是圈数不同。完成后断线并缠线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此时花边3就讲解完了，同时花边部分就全部讲解完了。到这里主体部分就全部讲解完了。